没有人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梦的时间，但是我清晰地记得我在18岁之前没有做过梦。直到突然对做梦产生了兴趣，我就开始认真地在心里默念祈愿想要做梦，大概是心理暗示成功了的原因。隔了不久之后，我就开始做梦了。有数据显示，每个人每天大概会做3到6个梦左右，但是除非有超能力，否则人类是不可能把每个梦都记住的。当我醒来，只要我记得，我都会把梦记下来。如果问我最有记忆的梦，大部分都是跟恐惧这个情绪相关的一些梦，例如说各种追逐的梦，在不同场景里面逃跑，还有一些是关于灾难的梦，例如说地震、洪水，我都有梦到过。而且灾难可能是因为不可控，而且场面太震撼了。有时候我是觉得场景太恐怖了，不想再做梦了，就醒来了。听说睡前如果不快乐、恐惧、抑郁，睡觉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情绪烙印在潜意识里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梦到不快乐的梦境，因为睡前没有很好的沉淀自己，所以我才明白睡前仪式为什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记录中比较特别的梦是一些关于第三视角的梦境，梦里面完全没有我的存在。有的时候这些梦里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，所以醒来的时候真的非常难记得任何人的脸和内容。据说在梦里看到不认识的人的脸不是一件好事，我对此现在还没有什么看法，因为我就算看到过，醒来也还原不了，甚至我连认识的人的脸我都没有好好观察过。我拥有这2个超能力，第一个是比普通人更强的心理暗示能力，比如说我可以控制我要不要做梦。当我对做梦这件事感到疲惫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做过梦了。直到最近接触到阿卡西记录和空梦这些案例之后，我又开始觉得做梦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又开始做梦了。而我对这些感兴趣，是因为我的第2个超能力，也有人叫清醒梦或者清明梦。我第一次看到网上说关于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空梦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。但是从我第一次做梦开始，我就可以空梦，并且我也都知道我自己正在做梦。以我的了解，每个人做梦的情况都不太一样。我做梦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当我在做梦的时候，场景和故事大纲是已经确定的。例如说我在某个大楼里面逃跑，然后我会穿越到这个已经发生了一半的故事，拥有着自我意识，知道我自己在做梦。在故事里面开始创造不同的道具，改变不同的场景，创造人物来协助我达到逃跑成功这个目的。或许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样去突破这个故事，所以在很多的梦里面，我就会越来越厌烦。每一次逃跑到一个程度，我就实在想不到怎么样才能成功。或者说我创造了一个大门，成功逃跑，我就想不到下面的情节可以怎么继续下去了，然后我就选择醒来。有的时候我不想再做这个梦了，又不想醒来，我就会继续睡觉。一开始我没有觉得这个能力有多么的厉害，因为就算我可以创造不同的东西，但是我还是困在这个梦的设定里面。直到最近我看到有人分享自己使用创造力在梦里面做不同的事情，他在进入梦境前可以选择今天要做的梦。假设今天他想要设计自己的家，他就可以进入到梦境里面，像是 3D 立体一样，真实的在家这个场景里面设计摆放。
然后他醒来之后，就用脑海里的记忆去改造自己的家。你不觉得这个能力实在太神奇了吗？我没有想过空梦原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甚至我本来觉得做梦就是在做完全没有意义、影响睡眠品质的事情。现在的我为曾经的我没有创意且刻板而感到遗憾。做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用途是，它会对你人生现在发生的事情给予潜意识的指引。假设你正陷入恐惧，你在梦里面会遇到完全天马行空的故事，这些梦都是围绕着你遇到恐怖的怪物、诡异的事件，需要你找到真相和攻击。如果你在梦里面可以成功的突破这个困难的话，你在现实也可以突破这个困难。这是一个很神奇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方法。最近做梦，我在梦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梦给我的信息，是很清晰的一句话。我觉得这是空梦之外我拥有的一个新的能力。我用深思第三视角里面没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梦境，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梦里接触到了别人的记忆所产生的梦，当然这完全没有科学根据，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。不同性格的人根据潜意识的想法就会梦到不同的梦境，有趣的人会梦到有趣的梦，所以做梦这件事是需要信念感和创意的。我们需要拥有好奇心去探索一些未知的，例如说超能力。想想我可以飞，我可以变成哆啦 A 梦，然后我还可以见到很多我自己想见到的人，可以在梦里面探索在现实生活里面完全不敢做的探险。甚至如果我想要创造一个作品，我可以在梦里面没有成本的调动脑海里的空间记忆去进行设计。我以前一直很害怕做预知梦，我不是很想知道关于未来的事情，但是我发现我可能把未来这2个字想得太深沉了，总觉得预知未来就等于要预知一些灾难，看到很难过的场面。但是其实它也可以是有趣的。我翻看我自己对梦境的记录的时候才发现，在我梦里有一个情节，它跟现在已经播了的一个电视剧的内容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。我当刻觉得这太神奇了，所以预知梦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，也没有给我压力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是预知梦。如果你认真的去解读自己的梦境的话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所以如果大家做梦了，可以醒来的时候马上把它记下来。当你记下来的那一刻，你不一定会有什么感受，但是隔了一阵子，你再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些梦好像可以跟你现实生活有一些对应，它是想给你一些信息。如果你想要有空梦这个能力的话，可以尝试记录你的每一个梦境，在每次入睡之前给自己心理暗示说，我马上要睡觉了，我会在梦里面进入我想要梦到的场景，然后我会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做梦，我拥有空梦的能力。自从我知道做梦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之后，我就挺感恩我自己拥有这个神奇的能力的。我也希望可以真的做到，把我自己每一个想做的事情，在现实生活里不敢做的，在梦里面实现。如果你也曾经不把做梦当成一回事的话，你可以想想看，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拥有的，你想要创造的，然后让梦成为你实现目标的工具。说不定我们都可以在梦里创造一个世界，然后每天存档，第二天再进入这个梦。